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长沙不就像那个臭豆腐吗？外面是硬硬的、黑黑的，很强烈，然后里面那个柔软的部分。这期就是长沙 fusion 混合，多酷啊！欢迎来到长沙太平老街吃钵钵鸡。大河炒肉饼要咸要好嚼。我操，太别扭了。啊！我只吃不买行吗？哎呀，我这下会狠了，这么大的名声，请问要不我这个招牌还是我还觉得自己跟小红书博主似的，太难受了，不自在啊！我都在这个人群中就不自在。知道什么叫落荒而逃吗？就这种感觉。有人吗，老板？我买一罐啤酒，让我压压惊。哎，这种地方我比较喜欢。那个地方为什么？那热闹都是相似的呀，啊，都是人，但是这个零落孤单是不相似的。当然，它是某一个层面的长沙吧。我觉得长沙其实给我最强的一个印象。比如今天我在那个湘江边上散步嘛，然后之前在跳广场舞嘛，声音非常大，然后湘江就开始流淌，然后太阳开始下山，可以落到岳麓山下面。你到岳麓山是另一种传统嘛，世人的知识的价值的传统。长沙就像有点那个传统被压抑了，或者是暂时沉睡了，但是那个市民生活的传统又被高度的放大了。你想在这一集的长沙里面找什么？许知远，作家、媒体人、出版人，单向空间创始人。谈话节目13邀的播出，让他走入大众视野，也走进舆论的漩涡。从带着偏见看世界到行动才是灵魂，他试图尽可能理解并充分描述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在标榜自洽与世界和解的时代，他的纠结又时常被当作一种不合时宜。他到底在坚持什么？此次参加纪录片《夜游长沙》，他会找到他的精神共同体吗？你现在怎么办呢？要说不定就我说转街角就找到了，也不知道。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老许，我们接下来要去拜访谁？亚洲股王吗？文峰，我的朋友们都叫他亚洲股王。据他说，我们是喝多了差点打架认识的。哇，闻香园，哇，我一直没来过，左宗棠，哇，我一直想来，果然有意外之喜。中兴名将嘛，曾左李胡嘛，其实也是就湖南崛起的开始。等于一个巨大的社会震荡嘛，太平军起义嘛，他们都是读书人呢，突然变成了这个马背上的将军呢，这个3000年为我变局这种巨大转型时刻的一代读书人。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。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也会被这种话感动，你的整个的世界是这么广阔，这都他们代表他们的生命理想。我们现在当然，我觉得。街上这些宵夜的或者直播的年轻人，他们有他们的理想，他们是另一种理想。对。哇，这么多人坐在这边啊！我喜欢这个巷子。哇，它这么隐蔽吗？哦，在这儿啊。哦，来了。
你怎么这么容易被错过啊？没事啊，跟00后排练老歌。来听听。文风，鼓手，音乐人，自13岁习鼓以来，带着对音乐的热忱，活跃于各大艺术现场。过去，他用节奏和旋律探索世界，而今，他决定回到故乡长沙，回到旧宅老巷，将多年的沉淀转化为更动人的歌。怎么打呀？挺好。你觉得他打怎么样？说真话。你之前应该不是打鼓的吧？这小巷很说，我真没来过呢。就还是你看周围都有住的，然后邻里也挺和谐的，没有被网红化吧？没被网红化。哎，那你怎么看现在长沙那个现状？就是刚才我们说，像一个整个城市像一个打开的小红书和抖音，每个人都在展示，自我展示，很魔幻。我是亲眼看到自己的故乡就越来越变得自己越来越陌生了。有时候我骑车特别有意思，我看到那些戴着头盔啊、帽子那些送外卖的年轻人，我就每一次我都会问他，我说你从哪儿来？他有的是贵州，有的是云南，他都说自己还就很开心。每一个人都好像喜欢这个城市，但我好像就感觉到越来越远了。这城市不属于你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是音乐人嘛，就做一些音乐事件，比如说小的爵士节，各种各样的音乐家的聚会。现在的好像人们都好像没有这个需求了，不能怪他，只能怪我。因为这里不需要这个，是真的不需要。是真的不需要。那他需要什么呢？你不要出专辑吗？你跟我说，我马上出来。对啊，这个其实就是我写怎样子看着这个城。太好了。真的吗？真挺好的。那你说好，这就从某一个角度上，这个东西是成立的了。很多民谣歌手就不敢从人文这个作词这个角度来抨击我了，我觉得是。都可能。对。好，我给你举着。其实不打鼓唱也挺好的。长沙老城全是网红，湘江流淌，把远方送回远方。夏至蛐蛐儿叫我，你的纱衣恋去，不见了一脸红霞，我爱到支离破碎。什么叫爱到支离破碎呢？就是我们从太平街搬过来的时候，你是开打口袋店的，你是开粉店的，他是做 live house 的，他是一个音乐人，他是一个诗人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城市怎么样，但现在好像都躲起来了。冬有知，我将往事藏在心里，将变成最柔软的石头。所以我做了好多年之后，我发现长沙不需要这个，长沙甚至连我都不需要，但是我挺需要长沙的，我挺喜欢这里的。漫野若人的往事，从前越来，有时候有点那种很愤怒啊、酸，觉得我这么说长沙没让我成事儿。我要成什么事儿？我不就推广一点音乐吗？继续战斗，战斗，战斗。我觉得也没什么东西，我去拥抱这种自己在时光里面，我继续战斗啊！对。从前越来越旧喽，继续战斗，战斗，战斗。从前越来越旧喽。四季只剩老人的歌了，从前越来越久了，继续战斗，战斗，这儿呗，还有东西吃吗？继续战斗，2碗大馄饨。战斗。是腌萝卜是吗？腌萝卜，酸脆甜甜。你开了多少年了呀？开了30年，从大店子开到小店子。
你们怎么当时跑从海南到长沙来？我们是姐妹呀，下这里。你们喜欢城市吗？喜欢啊，不喜欢的下来。有这个吗？有长沙粉吗？这有。酸粉冷水酸粉，最好吃是吧？酸粉是海南的酸粉。好，行，好，吃，点不了，他不让我点。我说我要吃个拌粉，他说没有，就吃酸粉。好吃，确实好吃。这好吃。我在这儿都能听到你吞口水。如果选一种音乐，长沙这个城市像什么音乐 ？Blues。怎么讲呢？我去过无数的城市，在中国。有江流过的地方，它都有那种特别有态度的东西。比如说不服或者忧伤到极致的东西，在夜里你经常会看到那种。就特别不得志的人，但是你要看他是觉得他是个能做出一番事业的人吧。就是这城市充满了未遂的雄心，是吗？说的太好了，我就是。冷水酸粉，这个是正宗的海南的酸粉，冷水酸粉。这个比湖南好吃是吧？是好吃啊。我真的好固执。这还没吃饭吗？不吃饭来。哪个？哎呀，没事。过来吧。都来，肚子饿，都肚子饿。不吃就上课了。只要是海南。你们两个自己站起来看一下，这两个老板看到请了整桌。你不要。要吃饱哦，肚子饿。这太多。不懂。不亏没事。开心重要。不赚钱，但是开心呐。我觉得赚钱重要。不，开心重要。我都好固执啊，海南人，这样的人就可以成功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拒绝开放性，闷头为什么下去？你要不要听？你就听，要不要音乐节？就要这音乐节。他不是老是未遂的雄心吗？我觉得什么算雄心实现了呢？我不知道呀，答不上。你知道我形容打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是青涩。保持某种陌生化。爱因斯坦形容另一个伟大物理学家叫波尔，他在做任何表达的时候，他都有一种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状况，尽管他可能已经这个问题思考很久了，但他表达的那一刻仍然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那种青涩，他不是一个熟练的产物。有的时代就是审美又很愚蠢，他就喜欢那种熟练的东西嘛，他意识不到那种生成的那种美好。战斗，他又要战斗，战斗。从此少年郎，四季永远在复制。自己与自己的战斗，是一直要持续的。那夜落人的往事，从前越来越旧喽，四季只是老人的歌喽。从前越来越旧喽。继续战斗。从前越来越久喽，四季只是老人的歌喽。从前越来越久了，继续战斗，继续战斗。接下来你想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随遇而安嘛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11哈。那这个好说得好啊！为何在贫瘠的人生里面忙于追春风嘛？哇，这好！想起我们小时候最早开书店的感觉，18年前。他说今天试营业第一天，早上10点迎来第一位客人，喜欢沈从文，带走了一本《长河》。大学室友带着老公一家也来了。朋友赠了一本波德莱尔的书，多可爱啊！哇，这个好。晚上那位喜欢叫我推荐书的顾客又来找我，正巧我在整理记得的窄门的读书笔记，于是我推了这一本。我多希望能有朋友跟我讨论这本书啊！这段写的好孤独，是啊，城市就是孤独的人构成的。
他们离开了故土，凑在一起，在一个陌生之地。这书你都自己选的？是的。哇，那挺好的。所以你住在这儿，跟书店住在一起？对。胡欢，湖南湘西人，曾经做了4年初中语文老师。2022年辞掉稳定的工作，到长沙开了这间小书店。1年多来几乎没有盈利，只勉强够生活。然而他说自己好像变得开心了。哎，去哪儿？我去遛狗是吗？我第一次遛狗，没遛过狗。啊，所以你相当于它的方向盘是吧？对。你要它往这边就往这边拉一点，它就过来了。所以在书店长大的狗跟别的狗有什么区别吗？没什么区别，它笨笨的。所以知识不会改变命运。好累啊，遛的我。哎呦，歇会儿。在这坐会儿。来啊。你觉得长沙是什么样的感觉？长沙我觉得很年轻，很火热，但是你又可以在这里获得你想要的生活。为什么想开书店？我之前是当老师的，对，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，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。除了思考教学，怎么去教学生之外，还有学校的一些事情需要你去做，甚至你课后如何去休息，都是划分在你每一天当中的。所以我当老师期间是重度抑郁症，然后确诊了之后没有办法再上班了，然后就辞职了。没有朋友，没有一个朋友，就工作4年没有交到一个朋友。哇，真是！但你开书店这么快，就交了很多朋友是吧？对，我现在交了好多朋友，碰见很多很有意思的客人，我就会觉得我们有在互相治愈。哇，他们表达亲密的方式多直接啊！对，直接过来，对，就是你看，就是闻，对，闻气味。我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。来啊！这酒吧挺漂亮的。是，这条街好多酒吧的那种小酒吧。你会打麻将吗？我会啊。要不凑一桌打个麻将吧？行。刮彩票，刮彩票。我运气不好，我运气不好。就我的命运会被改变吗？我能赚多少钱？我刮25万。这集我来赞助啊！这刮到了。没有。没中。并不行。没刮完要刮完。我要全刮完算了。我不认命。我该需要钱的时候，他给我数字，我该需要心理时候给我认命了。多少钱，老板？那你4年运太合过了，所以你天成运没有。有运气的同时，也要辛苦，也要勤劳。他勤劳，他至少看到这个东西，他不放弃；看到这个东西，他也争取一次机会。真的吗？小意思，欢迎你啊！好。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。生日快乐！喂，过来打麻将啦？麻馆在那个巷子里面有一家。不是吧？我这么曲径通幽吗？对。哇，这样的麻将馆这么好。对。特别老长沙。哇，麻将在哪儿呢？怎么弄啊？按这个是吧？哇，这么先进，现在。出来了，马上就出来。哦，那我要来。这东西出来了。这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？我从来不知道的世界。他们都是我开了书店之后认识的朋友。书店客人，我第一次打麻将。来，这骰子怎么弄啊？这样也行，这样也可以。5，然后从你这里留2个，然后这里抓4个。对，直接这么一抓。对，然后我们轮着抓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抓自己的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对，我弄不起来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酒桶是吧？8个，为什么1万比这更没用呢？那1万是太好玩了啊！这样子，你要考虑它的概率性。朱莉亚·罗伯斯说的吧？他为什么喜欢打麻将？在无序的世界中创造秩序，而且在变动中创造秩序。
有新手保护期。我摸这张是吧？你做什么呢？平时？我现在自由职业吧。他比较喜欢哲学。希望那个哲学家呀。我还只看到了苏格拉底。只看到了苏格拉底。麻将桌上的苏格拉底。等一下哈，我打就苏格拉底，你为什么喜欢苏格拉底？来了已经。苏格拉底在发牌，你不要拿到苏格拉底。把这个牌打出来。你们为什么要3比？错了，这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会不会打你？彼此好吗？结果你半天跟两个开书店的人发现打麻将最开心，真是。吴欢是喜欢谁的诗啊？我喜欢雪莱的诗。对。为什么喜欢雪莱啊？我觉得雪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位诗人。他写的诗我觉得非常的震撼。里面讲的是2个年轻的情侣，他们2个在日落时分一起走过一条小路，相亲相爱融为一体。他们相约第2天早上一起看日出。那个男生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日出，但是第2天起来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男生已经身体冰凉。然后那个女的就没有哭，没有疯，也没有死，而是年复一年的活下去，又去照顾她年迈的父亲。姑娘没有死，没有疯，而是年复一年活下来。说真的，我倒认为她那种温柔、耐心、忧伤的笑，和她不曾死去，而是活着侍奉年迈的父亲，也是一种疯。如果疯就是与众不同，如果疯就是与众不同，这句话非常的触动我。我觉得在世俗的眼光当中，那个女生好像很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且做到一个好女儿，因为她一直在侍奉她年迈的父亲。但其实对她自己内心来说，她应该是疯了。作为人吧，到了一个就是很崩溃的情况，但是作为一个父母的女儿，或者说一个社会责任的话，逼迫着你，就是你不能疯。这个我觉得就挺残忍的吧。你真的挺哲学的。确实，现在年轻人也是。70后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，80后说90后是垮掉的一代，但是代代都在垮掉的。对，但是到底是谁在支撑这个社会的运转？每个年纪的人都有每个年纪的时代困境，只能说大家多点理解吧。我就想追求胡一把。完了。胡了。小旗队啊。这是可以吗？这副牌好看，是不是胡了？好看是好看，但好像没胡。啊？炸胡也是胡。对。雪莱迷惑了我，让我炸胡。动人呢。所以他们是个小小的精神群落，他们说自己像游魂一样吗？魂收大所，对 ，Wandering Soul 啊，就是游魂收集处。他们辨认出彼此嘛，这很重要，就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多力量和慰藉嘛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正是这种东西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新的维度啊。这城市要没有这些小巷里面的想法，我觉得这城市会变得多么枯燥啊！哇，好喜欢这个潮水声。哇，你手机玩的这么好？对呀，要跟上时代。现在保险都在手机上买了，你看，在这里点开，轻轻松松点几下，人家都给你分类了，你想找什么都在里面，好方便的，在手机上。啊，我都不懂这些，我学一学。摇滚浏阳河啊，这是长沙唯一有 DJ 台的吗？这就是那个明星老师是吧？哦，你好。你好。
董顺桃，董姐，今年66岁，是湘式臭豆腐第3代传承人。白天炸臭豆腐，口罩围裙，素面朝天，围着不到1平米的小摊转悠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却化身 DJ 女王，旋转跳跃，闭着眼，沉醉在音浪中。过节过完，大家马上就绪。组织能力太强了，很快就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开福区农贸市场里的杀价传说，中国最强 DJ 排名第98266位，66岁还蹦迪在一线的董顺桃 ，DJ 董。的老师啦，走起来这样一支堂的，我们把这个 DJ 呢引入进来了，叫 DJ 舞堂。场地呢就是长沙市的岷江分工带，某天晚上呢都会出来跳一跳健身操啊，跳一跳广州舞啊，打一打 DJ 呀。一个自由的感觉，我们随便自由。你会被他们那个生命力感染。有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每天都带着这个愉悦的心情，在这里开开心心的跳啊唱啊。他们一定年轻时候没有机会释放自己，这时候得到一个表达渠道多好。不好意思哎，非常好啊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真的好。等会儿我们过去吧，先吃个臭豆腐吧。最早开始怎么有这个念头啊？要做 DJ， 要组织大家来跳这个舞。现在回忆起来了呀，确确实实是因为那时候处于这个低迷状态啊，低迷状态，这个情绪很低落。我老公走了，没叫他过来就走了。我和我老公呢都是同龄人一年的，我们是一起参加工作的，所以，结了婚以后，我们生了2个小孩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个家庭要建设好，把小孩要保养好呢，所以我们呢也是就不是辛苦嘛，就炸起来那个臭豆腐。我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他走了的时候，我肯定是很低迷啊！我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还有一些想法。所以当时公司有一帮年轻人吧。他们就觉得我情绪上还是有影响，就把我带到了那个酒吧去蹦迪。看到那些场景了以后，我就不在下面来吼啊来跳我也没有那个实力了，所以我就在岛上，我来选择了这个地点。他说什么？所以他没有力气下去跳，所以在这岛上，就指挥大家跳。您在那个站在这个 DJ 台的感觉，戴上耳机，是不是感觉就一下子人变得不一样起来？是的。是什么感觉？动作也大啊，这个精气神就来了。就人一下被激发出来了。哎，对。很香啊，东爷，太好吃了。名不虚传。太好吃了。这个味道就很摇滚了吧？很摇滚，很 disco 了吧？这个味道。摇滚 disco。
你还要赞美一下我，是吧？赞美对。我想 disco 嘛，比较有劲儿，那家很温柔。多一迪，你启蒙了我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，臭豆腐启蒙老师。真的啊？我再吃2个好吧？好，太好吃了。那不等于高兴喽。你老公要现在看到你现在慢慢恢复了，开心了，他肯定也很高兴。无聊的也不解决问题了呀，要想开一些呀，没办法呀。长沙不就像那个臭豆腐嘛，外面是硬硬的、黑黑的，然后很强烈，然后里面那个是柔软的部分。你总是会被生活那些细致的机理激活嘛，烦躁消失了呀，一下就消失了。是这样的，田一罗啊。你好，徐老师好。哎呀，嘿，这眼睛，好久没见。什么时候过来？昨天、今天、前天。我这里面基本没变化。给我介绍一下朋友啊。就不告诉你。孟泽，知名学者，中南大学教授、作家，著有《独醒之泪》《郭松涛与晚清大变局》。孟教授书写的郭松涛是晚清首任驻英法大使，辅佐过曾国藩，是湘军创建者之一，也是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。但是在陈旧、固步自封而又自诩天朝上国的晚清社会，郭松涛超越时代的眼光和思想，却把自己变成了孤独的逆流和反派。然而与同时期的湖湘人物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相比，郭松涛在仕途上只能算是失败者。孟老师为什么选择花10年时间为一位失败者立传呢？这里还是老样子。最早他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两朝重臣刘全之的复制，再到了1897年就租给实物学堂做校址了。今晚许知远拜访的天泥炉是100多年前晚清实物学堂的旧址，在这个面积不大，甚至有点局促的院里，曾经生发湖南人寻求变革、追求进步的新风气。陈宝箴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蔡锷等师生曾经于此挥斥方遒。有人说，长沙这个院子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。而且这地方像长沙一个飞地一样，那个气氛完全跟周围都不一样。它跟过去和未来之间，它有一个沟通的那么一个中转站一样的。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实物学堂这里，这就可以把郭松涛拉到这个里面来。是，就是创办这个实物学堂的这个人，是在郭松涛的精神的影响下走到这一步的。对，精神世界是可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下来的。湖南人的这样一种东西，好像是有一种特殊的极端性。他这个地方极端保守，极端保守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说传教士很难进入长沙。当时说有2个地方，中国有2个地方去不了，第一个是拉萨，第2个就是长沙。但是他又极端的开放，他2极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近代2个最先进的所谓洋务家，又是湖南人，郭松涛和曾纪泽。郭松涛特别意外是吧？他在这个湖南群体里也是很特别是吧？我一直也觉得他本人也像一个谜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讲的所谓先知先觉啊，我在想，一个是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，他们家是湘阴首富，然后他是市井中长大的孩子，所以郭松涛一辈子不拒绝商业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最早见识洋人，上海刚刚开埠，他就跟洋人打交道，洋人的房子、洋人的船、喝人家的酒。所以他这种直观的这种认知，可能也促成了他这种开放性。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，他也是进士出身，属于这种中国传统教养很丰厚的一个人，但是他就摆脱了中国人的那种特别深的那种一下之变的那个概念。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之后，内心其实是很苦闷的。他非常孤立吧，旁边都不理解他。对他没办法让人家相信那个世界有那么美好，你知道吧？他说话别人会说你说鬼话吧，就这种感觉。王格英是号称最开明的知识分子，但是在1880年左右的时候，还说洋人是动物，又沾了人气，所以他比动物更凶猛，比人更狡猾。你说郭松涛听了这话怎么说？
精神比较苦闷。嗯，对，肯定有一种孤立感嘛，有一种孤立感。没办法，郭松涛从英国从海外带回了这个清帝国没有的信息，他怎么看西方的富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觉得西方人只不过是他的军事比较强，别的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都不如我们。但郭松涛就认为，在政教方面，就是他们的政治体制也好，他们的文化教养也好，可能是处在一个更高级的阶段。这种语言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啊。这后面又需要一颗很谦卑的心呢。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开放敏感的心灵。那你突然看到那些议会的大楼，你看到他们的报纸，你看到留声机，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封闭心灵，你会产生本能的恐惧，或者说拒绝。你觉得不过如此，或者是说它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但郭松涛可以在这一系列新事物里辨认出它背后的某种思想的存在。一个成熟的文化，一个成熟的个体，是可以辨认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。还有一个跟郭松涛有关的地方，在哪儿？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这里是郭松涛的一个朋友张自牧的家。张自牧就叫张立成，是跟郭松涛有几十年的往还。所以郭松涛经常来串门是吧？对，经常在这里聚会。这个园子呢叫结园，这里有一个戏台。想想当年这里应该是放的什么音乐呢？湘剧吧？湘剧吗？那首《破天门阵》。昨天就听了《破天门阵》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就今天换个地方听。有音箱吗？有。可以啊，赶紧连上。可以啊，太好了。破天门阵。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，7岁上学，兵法人称将才，15岁掌东吴元帅。他藐视曹孟德如同婴孩，在赤壁战运神谋，火攻水寨，杀曹兵80万，无处葬埋。曹孟德如同婴孩。这个中国的这些戏里面，把曹操都妖魔化了，而且我觉得，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接纳曹操，把曹操作为一个人性负面的这么一个象征呢？其实我觉得曹操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。我们学文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诗人，大诗人。写这本书是不是对你个人的影响也挺大？你喜欢一个对象，包括一个学术对象，其实跟你自己的心性之间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关联。按照我们这种文化逻辑的话，这成王败寇这种逻辑的话，他这种四公子失败的嘛，是一个失败的人嘛。梁启超不是一个失败者吗？孔子不是一个失败者吧？先知先觉者基本上都是失败者。但是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，不就是这些失败者弄出来的吗？一点私心或者说当仁不让的，要把这种人拿出来，来调整我们3000年文明里面所生长出来的这种所谓价值观，这种已经深入人心的那种成王败寇的那种价值观。因为这种价值观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残忍的一种东西在里面的。
因为失败成功本来就是相对的嘛，而是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嘛，无法只用当时的尺度来评价彼此嘛。那郭松涛又出来了，你看多好，是吧？郭松涛啊，他退隐在乌云里面，过段时间过一段历史期不是出来了吗？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眼笑。蒼天上，古老歲數字，誰負誰是長天之。曾俗世幾多見，清風是景野直面，無情話成了一襟晚節。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Imagine there's no countries. It isn't hard to do.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. No religion too.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. You may say I'm a dreamer, but I'm not the only one.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纪录片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.